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梦了又远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故乡高义，风骨铮铮，李时期十分倾慕。今日得见，幸甚。十七郎客气了，早就听闻军中传说，说十七郎少年俊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知十七郎冒险入京，所谓何事？孙敬颠覆社稷，作乱朝纲，天下苦孙贼久矣。今日请见故乡，就是希望故乡能够联络京中忠于国朝的旧臣士卒，与我镇西军里应外合，收复西长京。孙敬此人奸诈多疑，自从洛阳郑国公事后，他对朝中旧臣士卒看管得十分严密。实不相瞒，若不是今日十七郎巧计安排，我也很难与十七郎相见呢。父亲，哎，您再试试这件。客官，看料子呀。花纹更适合你。客官，您看我们这款料子。客官，您是自己用，还是给府上的亲眷买呀？客官，哦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客官，您可以看我们这款布，今年卖的也很不错的呀。客官，我去看看。攻城乃是军事，只要城中旧臣士卒心向国朝，暗中相助即可。届时大军入城缓慢，若城中无人接应，只怕大军入城后反倒大乱。所以要紧街坊各处思局，还要倚仗城中士卒，否则民生要害皆尽毁，必失民心。此事自然是可以暗中策应的。城中的仓廪、油坊、水井、渠闸等诸多要害之处，皆在街坊之内。士卒大家各自有私兵护卫，到了那时，必定会先行守护周全。多谢故乡。如此看来，十七郎已然成竹在胸，有了破城之计。略有谋划。这种事情十分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风险。十七郎也不必与我说，到时候我自会照着十七郎的安排，完成十七郎所托付之事便好。您要是不买料子呀，您别妨碍其他的贵客，您说是吧？啊？哎，收口。哪来的仙人？这件倒还合身啊。父亲，干什么呢你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二位客官，一时不察，让这泼皮无赖闯了进来。走，走，走。客官，你尝尝我们这茶。今日能与故乡相见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我家茶呀，还得多谢你那个继子。能得十七郎一个谢字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清凉爽口的杨梅茶嘞！公子小姐，来一壶。还记得我们那日在茅屋下与夏饮茶做饭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若这一次能够收复西长京，诛杀孙敬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吃马乐游园。
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孙殿下政务繁忙，有别的要事，早都忘了跟我还有乐游原之约了。不可能，再忙再累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更不会忘记与你的乐游原之约。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，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。哎呀，这新闻写的不错呀，尤其是骂我那段儿，孙贼不死，苍生何辜啊！大都督恕罪。恕什么罪呀？我看好得很呐。这等森严的宫禁，竟然能把一个死了的梁王偷偷弄出宫，然后死而复生，还能在东都登基称帝。这等通天的本事，这鬼神不知的手段，我不知道今晚睡着了以后，明日会不会丢了首级。大都督恕罪，大都督恕罪。哼！那些可疑的人，不需要讯问，统统都杀了。还有那些冥顽不灵的前朝旧臣，也派兵把他们接到宫里来，免得他们蠢蠢欲动。是，大都督，要不要逼九城，禁止百姓出入，好好搜一搜？既然派人到西长京散发檄文揭帖，自然是想扰乱民心，何必要重他们监禁呢？李逆大军逼近，一旦逼城，百姓就嫌乱了，与战事不利。大都督所虑甚是。不过，进出城门的人要严加盘查，城中也要细密搜索。务必要抓到那些散发檄文揭帖的奸细，砍了他们的人头，送到洛阳去，好好吓一吓那个梁王。哼，梁王这个老头胆小，若是真被我吓死了，那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